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制洛神花蜜饯，称洛神花为超级食物一点也不为过。上次看到洛神花的相关报道，发现台湾的洛神花有大量的花青素、类黄酮、多酚、有机酸，反正就是一头拉骨的好东西，通通都在洛神花里面。所以当在市场看到它本人出现的时候，完全不考虑，直接立马包回家，要来做超好吃、酸酸甜甜的洛神花蜜饯。大家下次在市场看到洛神花的时候，马上买起来，再回来复习这个食谱。对了，它还可以降低肝发炎跟降血脂。这么好的宝藏食物，真的要给它做一下。不啰嗦，立马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有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咯。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洛神花。修正一下，其实它不是花，它是花萼的部分。今天要来做的是蜜饯，所以会选大朵一点，然后颜色稍微深一点。如果你做的是果酱类，小朵一点就没关系。买回来新鲜的洛神花萼呢，其实可以放常温1天左右，让它收一下水分，清洗干净哦，淋一点蜂蜜直接吃也是可以。不过说实话，没有处理过的洛神花非常的酸。另外提一点哦，它的产季真的蛮短的，大概1年就是可以收成1次。所以下次如果你在路上突然巧遇洛神花本人的时候，完全不用考虑啊，直接把它买回家。因为真的是太难得了。如果有些朋友是有种洛神花，那就太棒了，自己种的自己吃哦，真是太好。然后因为我们要吃的是花萼的果实，所以我们要先把里面的这个种子给分离出来，说分离比较好。然后等等那个种子也不用担心哦，因为种子的营养也非常的高，那个种子可以留下来炖鸡汤。提醒一点哦，因为花萼上有很多小刺毛，所以我们要戴上手套来处理。如果是棉手套，外面可以加上一个塑胶袋，或是直接用细胶质手套更好。否则小刺毛刺到手指头的时候，很像免洗块的小刺毛扎到手指不舒服的感觉一样，所以建议一定要戴手套来处理哦。然后可以找一个粗一点的不锈钢吸管，或是要回收的伞架也可以，用它们来处理花萼中间的种子很方便哦。虽然有人说可以用筷子哦，但是我实测觉得用筷子不是那么好施力。反正大家很聪明哦，就找类似这样的东西。另外我会准备一支料理用剪刀，我觉得用料理用剪刀还蛮方便的。底部剪掉一个小圆片，面积大概是新台币5元的大小。剪开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种子，等等再移除种子就可以。没有料理用剪刀的，也可以使用菜刀。就把所有的洛神花萼全部都这样处理。接着好玩的来了，要来移除种子，直接不锈钢吸管咚咚咚，全部像发射子弹一样发射出来，超级好玩。很快种子全部移除了。刚才说过，这些种子营养非常好哦，不要丢掉，拿来炖鸡汤、炖排骨。炖煮过后的洛神花种子吃起来超级像四季豆，也不能说超级像啦，就是有一种豆子的风味，然后也会让汤头更甘甜美味，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。所以说洛神花全身都是宝，真的不为过。接着就是清洗干净的步骤，就是想办法把它们冲洗清洗干净。因为花生长在花园里嘛，多多少少有些土啦，或者是灰尘啦，甚至是小虫卵啊等等，都要把它彻底的冲洗干净。然后冲洗的时候也是小心啦，不要手被刺到了。然后我这个是示意啦，不要学我在手上慢慢的冲洗，直接豪迈的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。洗净沥干水分之后，要准备来软化脱身。第一种示范用盐脱身法，用盐脱身法就很像做凉拌小黄瓜这类的菜的脱身方式哦。拌入海盐之后，3不5时要翻拌它。一般常温呢，大概要放置6个小时才可以脱身成功。如果想要加快速度软化脱身，可以抽真空。抽真空大概1到2个小时就可以脱身成功。然后用盐脱身抽真空的洛神花，记得要3不5时的摇晃一下瓶子哦。说实话，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用盐脱身的方式，主要是最后还要冲洗掉海盐哦，否则会过咸。所以我还是觉得用盐脱身法比较麻烦了一点。如果你是选用盐脱身法，记得最后就是要冲洗掉盐，
第二种脱身方法是我比较喜欢的快速汆烫法。水煮到大滚之后，下洛神花，你只要心中默数1、2、3、4、5，汆5秒就可以准备捞起了。这时候你会发现洛神花已经有一点点变色了，这是正常的哦。立马将花摊平倒出，然后帮花准备个小电风扇散热一下，用个小扇子手动扇凉也可以。不怕麻烦的，也可以直接泡到冰水当中。这个方式除了比较快一点，也很适合像我一样有点洁癖的朋友。快速汆烫一下，可以杀个菌。接着找一个容器，1层冰糖，这个冰糖打碎过，所以比较细碎一点。然后1层处理好的洛神花，上方再1层冰糖，1层洛神花，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叠上去。每一层洛神花的上方都有碎冰糖。为了防腐败，这个冰糖量还是不能过少哦。我这个量其实已经减到很低了，原本是1比1耶。我是觉得1比1实在太甜了，所以我还是改成我这个版本。接着加入2到3颗的新鲜柠檬汁，正常加2颗，喜欢酸味重一点的加3颗，甚至想加点白话梅也是可以。我是觉得加柠檬汁的版本就够好吃了。你看看我真的是节省的好主妇，一滴也不浪费。所有材料全部加在一起，如果上方你想再拌一下也是可以，但记得搅拌的夹子或是工具一定要是干燥的。接下来就交给时间咯，我刚好有真空盒哦，所以我直接用真空盒来抽真空，可以加速腌制入味的时间，大概2、3个小时就可以食用了。想更入味，可以放冰箱冷藏1整天，没有真空盒也没关系，直接放冰箱冷藏2到3天就可以腌制入味咯。完成好的洛神花蜜饯可以直接食用，或是冲泡成水果茶，也相当好喝哦。你也可以找个漂亮的罐子哦，直接装罐，当做伴手礼送老板送朋友，老板收到保证给你加薪。然后自己做的没有防腐剂，一定要放冰箱保存哦。蜜饯吃光光之后，这个洛神花糖浆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宝物，这个拿来做刨冰啦、甜品饮料啦，真的超级好喝，尤其加个气泡水，真的是太赞了。或是你把平常的蜂蜜柠檬汁改成洛神花柠檬汁哦，真的是很棒，整个养颜美容啊。如果还想继续加薪，这罐还是送给老板，记得老板要放冰箱保存嘿。洛神花蜜饯、洛神花糖浆，等你交作业咯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